又是一个垫步的侧踹。对，这个女版李小龙啊，这是中国散打一姐穿200斤铁鞋，苦练腿法，一脚下去直接踢断对手6根肋骨，疼得老外撕心裂肺，连裁判都表示这就是女版李小龙。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号称有着散打一姐之称的鄂美蝶。在我们中国的女子散打界，鄂美蝶可以说是天花板的存在，而且她获得过的成就，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多到数不过来。您听好了，2008年、2009年中国全国散打锦标赛女子冠军，2008年世界杯武术散打锦标赛冠军，2012年广州亚运会散打比赛女子冠军，鄂美蝶。好，我们再注意看接下来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罗马尼亚的拳坛悍将科利纳。观众朋友们，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外都非常的奔放非常的开放，而这个科利纳他也玩了把大的他表示本场比赛如果打输了，当场脱一个光溜溜当场裸奔，就问我们中国选手答不答应。但是他没有想到鄂美蝶答应的非常痛快但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么的奔放，而是我们有十足的信心能够拿下它。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我们注意看，红方是鄂美蝶，而蓝方则是科利纳。好，两人刚一上来便打起了肉搏战。哇，很难想象这是女子，很难想象这是女子擂台的比赛两个人都玩真的。后手打晃了，高鞭腿。哇，上步侧踹，这是属于我们中国散打里的招式，老外只能是看得见，但他防不住在边上的西撞。鄂美蝶是中国的散打冠军，所以他的侧踹腿是他的主要的攻击武器连续侧踹。没有做功课，他不知道中国这位鄂美蝶是这个侧踹的高手。横腿、膝都可以使用，不允许主动的摔，但是接腿摔可以。不过好像是滑倒。这个侧踹腿是中国散打运动特散打一姐果然是名不虚传观众朋友们鄂美蝶的侧踹腿真是又快又准，根本防不住好，我们看这个科利纳被打的是栽栽愣愣，但别说他的这个韧劲还真挺强。我其实倒是不担心他被打倒，我倒是担心他这个衣服会不会被鄂美蝶的这个打掉或者打飞因为你注意看，他穿的是一个非常凉快的一个上衣，估计是为了一会儿打出比赛之后这个穿脱方便一点，太危险了。你看这个肩带都是非常细的那一种。目前他在温克兰是紧张，就在摆拳有时候会跑到后面，可以去看一看。那种没有完全扎腿的教练，就是比较用掌去打到，就用这个全力没有发挥，对，上是因为这个头部没有压好，让这个南方学者他看的才是鄂美蝶的侧面的。好，这边比赛第一回合结束，我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我觉得照这么打下去，这么激烈的战况迟早的事儿。看科利纳的教练也相当漂亮了。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女性别说这脸蛋的确都不赖。在第一回合，我们见识到了散打一姐鄂美蝶的实力这个称号不是虚的，也不是白叫的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两个人第二回合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好，第二局比赛已经开始。鄂美蝶上线打完以后重新练习，而且鄂美蝶的组合都配合她的一个出身，上头的非常上头，这个变化非常好。鄂美蝶在于这个侧手比较回转，可以让好选手没办法。和我们的鄂美蝶比起来的话，这个科利纳她的进攻方式和手段是相当的单一了。
包括我们看他的出拳质量啊，这个看起来就没什么劲儿啊。鄂美蝶这边呢，我们看这个出拳是光是看着屏幕啊都能感觉到是充满了爆发力的啊。在观察科丽娜，感觉好像喝多了在上台，喵喵拳法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什么可比性啊。因为鄂美蝶有这个侧踹，所以这个科丽娜。 这个可以应该连续几拳，刚才打到一拳以后就接着打下一拳。虽然说科丽娜现在整个局面啊在分数上处于下风，但是她却越战越勇啊，越挫越狠。甚至是不断的在满场追着鄂美蝶来打，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啊。好，还在不断的缓步前压，第一回合最后的40秒钟。但是他的这个防守意识还是不错的啊，打到角落正蹬，连续的3记后手大摆拳，左右开弓。虽然是拳击冠军了，但是在这个鄂美蝶的面前呢，似乎有点没有招架之力。他的拳头，他的手臂也轻轻挥动，没有打心底，没跟手臂去挥手。好，这边第2回合比赛结束啊，鄂美蝶的表现依旧是无可挑剔，但是确实没有第1回合那么凶了。这很明显啊，是鄂美蝶在刻意的保存自己的体能啊，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科丽娜皮糙肉厚打不动啊，所以说鄂美蝶是有意控制自己的一个进攻节奏啊，把那比赛的体能啊分配到最后一个回合。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最后一个回合绝对是今天最猛的一个回合。好，第3局比赛开始了，红方是中国的鄂美蝶，蓝方是罗马尼亚的。 在鄂美蝶靠侧踹，还有他论身体力量的一个全力组合啊，重重的回应。好，每一下都伴随着他的叫声跟这个欢呼声。果不其然，鄂美蝶在最后一个回合真的火力全开了，但是有一点啊，我们拼拳好像还真是占不到什么太大的便宜。 因为对方的拳法也不弱，现在都做功课，因为他知道也看过了，研究过了，也鄂美蝶找了一个视频，对。但是这位选手呢，看起来没有做过功课，没有去找鄂美蝶的视频，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打了。 鄂美蝶真是把我们中国的散打里的侧踹啊玩出花来了啊！进可攻，退可守。现在我们看鄂美蝶就是一个以防守为主的一个侧踹的方式。踢对方的腿啊，哎呦，你看上一秒踢腿，下一秒踢头，你根本不知道防哪儿啊！有的时候还会踢肚子啊，上中下攻对方3路。 可以吸攻，下来了。当然话讲回来呢，中国的这个散打运动员在吸的比较少，对，无论用还有吸的防守都不是一的，所以有时候对泰拳好的时候，在吸上是可以点的时候，那还好，就是自由搏击规则没有走，对。好，重拳了，这个身体非常的重。 好，比赛马上结束，最后的30秒钟了。我感觉鄂美蝶的体能下滑呢，还是较为明显的。但这个科丽娜怎么越打越兴奋呢？感觉她和比赛一开始的状态没什么区别，在这蹦蹦跳跳的。其实是这个原因啊，是科丽娜在打这场比赛之前的所有比赛都是6到8个回合的比赛啊，拳击比赛。所以说这种3回合的比赛，她是可以很轻松的打完。 好，比赛结束了，应该说赢得了比赛。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但是比赛的结果没有产生 KO 啊，有点可惜。但是最终的结果打分应该是没有悬念。结果后方上 ，and the winner is our fighter 鄂美蝶。你们中国人就是东亚病夫，弱得像个菜鸡，不服来干我，单手打爆你们。那就是好，我们注意看视频中的帅气小伙，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我说我是少林寺出来的，但他们都不相信。飞膝爆头，让对手瞬间头皮炸裂，弃赛投降。这一场又一场的 KO 都来自于嵩山少林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教头谢维。一脸稚嫩的谢维代表少林功夫杀入到危险重重的国际拳坛，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国际高手，就连武僧一龙都一脸吃惊。5岁起便在少林寺习武的谢维，凭借极强的练功天赋，练就了一身的武艺，无论是拳法还是腿法，都碾压一众的国际高手。自下山以来，8战全胜，未尝一败。身高1.67米，臂展1.65米，年龄24岁。好，我们再注意看眼前这个头重脚轻、脑袋看起来非常大的家伙，便是来自于韩国的拳坛不倒翁金大焕。身高1.65米，臂展1.63米。纵观他的职业生涯，输过赢过，但从来没有被 KO 过，因此被称为了拳坛不倒翁。我们来注意看这个视频当中呢，正是金大焕在上一场比赛与中国选手比赛时，在胜利之后还指着中国选手破口大骂东亚病夫。虽然说遭到了赛事方的谴责，而这个金大焕却表示我就这样了，爱咋咋地，这是铁疙瘩吧。好，来看下双方的最后一个回合较量，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注意看，低调退役的死神方便竟然突然重返擂台，因为这一次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号称蔡李佛贤传承人的小子，竟然点名要挑战死神方便。而为了使方便接下挑战，甚至用起了激将法，在媒体面前称方便就是没实力的纸老虎，只要方便敢接下他的挑战，他绝对敢让方便吃不了兜着走。大众的舆论和对手的挑衅，让原本已经打算要退隐江湖的死神方便毅然决然的重返搏击擂台。说起方便，大家绝对会想到这位曾经的拳坛一代霸主为中国搏击做出的巨大贡献。无论是客场秒杀韩国战神基智基，还是终结马库斯在中国的不败连胜，回想起来都会让人血脉喷张。但是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位曾经的拳坛王者，如今竟然落得让一个22岁的年轻小辈羞辱，这换作是谁都难以容忍。好，观众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正黄运动的比赛，我是解说吴声，跟我其他的还有丁淼老师，丁淼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吴老师你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由蓝方选手于建宏对阵红方选手方便。方便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热爱搏击的爱好者没有一个没听过这个名字的在主持人也是介绍了，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场比赛，年龄也是相当于是到了退役的年龄，但是还是在擂台上坚持。那反观这个于建宏呢，是目前22岁，战绩29战22胜，然后5负1平6次 KO。虽然说我们的死神方面已经是退隐江湖这么多年了，但是我们看他的身材和身形是完全没有走形，这说明了方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训练一直没有停止过，相当的自律，也随时做好了重新复出拳坛的准备。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武者相比之下，我们看这个武僧一虫现在是肥大变胖，吃的是肥头大耳的。他自己跑步，自己在健身房去打空击。方便的打法呢，就是这种快进快出很典型的，而且他的这个出腿很重，而且其实身体硬度很高。看一下他的对手于建宏他的战绩也是不俗的，29战22胜负1平6次 KO。是，刚才这个击斧好像把对方的腹部打红了，这个后手重拳很重这边我们忘记介绍这个于建宏了他今年22岁，生涯战绩呢也是相当不俗。最重要的是他是中国传统武术蔡李佛拳的传承人。作为一个传统武术的传承人，我没有想到作为一个武者，他对前辈竟然如此的不尊敬。我觉得他今天敢说方便是纸老虎，明天他就敢说我们中国散打是杂技。观众朋友们，你敢不敢信？距离拉得很远，并没有挨得很结实。他的身体硬度也是非常好的。是，最后的10秒了，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动作。这个
哦，这个下劈腿，这也是一个散打的动作。这下劈。好，观众朋友们，这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方面由于很久没有打比赛了嘛，所以说第一回合相对来讲啊还是比较的谨慎。先热一下身，熟悉一下节奏。第二回合我们再给他好看。哎，这边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哦，开场就是一个侧踹。哦呦，对方还在方便的面前秀起了腿法。观众朋友们，这完全就是小巫见大巫啊，班门弄斧。因为他的腿本来就很重，而且速度很快嘛。你看这个低边腿。它的低边腿跟低扫腿还是不太一样的。低边腿的话，它注的是这个速度，高扫。这个后直是对方反应过来了。我感觉方便很久没有打比赛，开心的表情啊！就回到这个熟悉的擂台之上，肯定是非常兴奋的。兴奋归兴奋，但是目前看起来死人方面呢，可能啊连50%的功力啊都没有发挥出来。我现在呢非常清晰的感觉到方面啊在收着劲儿在打，因为方面和这个于建宏的师傅啊也是老相识了，所以说今天呢也不好意思啊下手太狠，稍稍微微的啊简简单单的教育一下就可以了。毕竟呢大家都是江湖中人啊，没必要下死手啊。方面的话就老将风采，就完全丝毫不慌，任何的状况，任何的场上情况，他都不会说去表现的有一丝丝慌的神态，反而对方就是身体绷得很紧啊，就生怕方面有一个重击打到。感觉方面还没有放大招呢。哦，后直，这个后直是毫无征兆性的。后手拳。对方作为一个蔡李佛拳的传承人啊，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他的拳法还没有方便好，因为死人方面最拿手的就是腿法，并不是拳法，所以呢，我现在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来质疑这个蔡李佛拳的实战能力。观众朋友们，当然我是很支持我们中国传统武术的，但是目前看起来他在方面的面前啊，他所谓的什么蔡李佛拳，我并没有看到太丰富的一个进攻手段，非常单一。有没有懂的观众朋友们在评论区给我科普一下这个蔡李佛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这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今天的比赛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啊，吕布死了，人人都称自己啊天下无敌啊，天下第一。也就是说，方面在退役之后啊，人人都说我能够击败方面。好，双方第三回合，也就是最后一个回合的比赛马上开始了，观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哇，这个躲低扫啊，看到没？就稍稍的一点点位移，你就踢不到了。而且他的腿有很虚的动作，腿部在颤动，不知道是他到底是要踢还是真的要踢还是假的。这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起到一个迷惑了对方的作用。哎呀，可以。对方开始大摆抡了，大高扫腿也是没有扫到。建宏也是蛮拼的呀。其实对于方面今天的复出大战啊，我最担心的就是方便体能上的问题，但目前看起来似乎是我多虑了，观众朋友们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而且方面的经验足够老练，打的这个于建宏是完全没脾气，对方只要稍微一出手，方面立马搂住。好，打完之后再搂，这个已经是在经验这一块啊，已经是完全的碾压对方了。哦，这前手摆拳打到了，有一点晃。哎呦，这个正蹬两个正蹬也是有效的呀。再来一个前手摆拳，后手拳没有打到，马上收力啊。哎呀，这个方面也是露出比较严肃的表情露出来了。后手重拳，但是对方就用位移给躲开了。正蹬腿。的正蹬啊。摆拳，再来箍颈膝撞。感觉方便老师的这个顶膝稍微少一点。后手拳又来了。对，这个后手拳真的很不错。哎呀，继续。摆拳打到。其实今天啊，对于蔡李佛拳的小子于建宏来讲，打方便这是一件双赢的事儿。无论他是输是赢啊，他都赚。打赢了，他可以一战成名，踩着方便上位；打输了也无所谓啊，毕竟22岁嘛，打一个老将，输了也不丢脸。这个小子很聪明，他知道打方便有热度啊，可以让自己的名气啊大大的提升。所以才不择手段的来羞辱方面，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有武德的人该做出来的事情。才22岁啊，就走这些这个偏门偏道，我相信他未来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这第三回合还没有出一次侧踹啊，高扫，感觉，转身后蹬有效果，这个距离把控的很好。
哇，这直接打了之后摔倒在地了，把你的重心给破坏了，你没有任何的办法。好，回合马上就要结束啊，越来越有感觉了，但是要提腿侧踹，但是又收了回来，绝对不出无意义的动作。对啊，最后也是好，观众朋友们，双方这场比赛终于结束，历时3个回合，为我们奉献出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虽然说没有产生 KO 吧，但是方便能重新回到擂台打比赛啊，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啊！让我们恭喜方便再一次重振雄风，拿下胜利啊！只能说真的是宝刀未老啊！好，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